但是呢，在 4K 60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三星依旧比较稳定啊，成片帧率呢只有35帧，也就是说，如果你长时间录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我们俗话说的偷帧的情况，就是画面不是那么的流畅稳定。本年度4大旗舰对决评选工作已通过各大互联网投票平台同步展开，目前投票总数超过10万张，最终人气最高、获得票数前4位的，它们分别是三星 Galaxy S22 Ultra。As we open the door to a new world of innovation, welcome to Samsung Galaxy Unpacked。小米12S Ultra。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巅峰影像安卓之光的小米12S Ultra。iPhone 14 Pro 系列。iPhone 14 Pro and iPhone 14 Pro Max, the best iPhones we've ever created. 华为 Mate 50 Pro。时隔2年之后，华为 Mate 手机又回来了。我们 Mate 系列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能超越的 Mate 的，只有华为的 Mate。到底谁才能获得本年度旗舰机皇的称号？我们拭目以待。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在上一期节目啊，我们为大家详细测试了2022年度4大旗舰手机的外观、配置、屏幕。本期视频就到了我个人非常关心的影像系统了，咱们马上开始。如今不少的旗舰手机啊，在硬件性能拉不开太多差距的情况下，手机厂商呢就开始着重在影像系统部分卷起来。而如果影像配置也相似的情况下，那谁的算法更能打动消费者，谁的拍照体验更加舒适，就决定了谁在影像系统的细节部分能够打动你。本次呢，入选4大旗舰的这4台机器有的是联合老牌相机厂商徕卡一战成名的小米12S Ultra， 还有呢自研 Ximage 影像自成一派的华为，更有上游供应链大佬三星，以及呢，第一次采用4800万超高像素主摄的苹果。那谁才能成为2022年度的影像之王呢？本期的科技美学4大旗舰中篇马上为你呈现。4台机器当中只有三星后置4枚镜头，其他3台呢都是3摄组合。这里要问你一下了，你自己的手机是几枚摄像头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我们来看手机背面，那小米的摄像头模组无疑是4台机器当中看起来是最大的。参数部分呢，主摄5000万，搭载索尼 IMX989 传感器，完整的1英寸大底，单像素面积 1.6 μ， 像素4合1，融合像素面积呢可以达到 3.2 μ。好处呢，就是在夜景还有抓拍的方面能够取得比较好的画质，等效23毫米的焦距 ，f1.9 的光圈，还支持 OIS 光学防抖，还有相位对焦。那这个硬件参数可以说是目前手机镜头方面的天花板的选手了。其余2枚镜头都采用了索尼的1/2英寸的 IMX586 传感器，分别是4800万的长焦以及4800万的等效13毫米焦距的超广角镜头。长焦镜头呢也是最高支持到5倍光学变焦和120倍的混合变焦。超广角镜头上方则是2个DToF 传感器，右边闪光灯上方呢还隐藏了1枚防闪烁的传感器，用于减少拍摄电脑电视屏幕的时候出现的频闪波纹。看下来呢，几乎我们日常所有的拍摄场景小米都是有所考虑的。相比较于小米苹果这边的参数会略逊一筹，但是呢，主摄同样颇有亮点。首先是4800万像素定制的索尼 IMX803 传感器，1.1/3英寸的大底，单像素面积呢是 1.22 μ，4合1像素 2.44 μ， 等效呢24毫米的焦段 ，f1.78 的大光圈，并且呢支持2倍的光学变焦，等效48毫米配备新一代的光学防抖。这次的4800万应该是苹果最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升级。不过要想实现全像素拍摄呢，只有在 RAW 格式下才可以。成片的文件大小在75兆以上，相比较于1200万的 RAW 格式文件要大出3倍。在超广角方面呢，依旧是1200万像素的索尼 IMX633 传感器，等效13毫米，最大视角呢是120度。苹果的广角镜头相比较于大多数的对手来说都要更广一些。这里的主摄和超广角呢均支持相位差对焦技术，其中呢一枚是1200万像素3倍光学变焦镜头，最高呢支持15倍的数字变焦，等效77毫米。在超广角上方呢则是闪光灯，下方呢是激光雷达传感器。
可以检测场景的深度信息，实现在黑暗环境下辅助对焦，以及高精度的测量，还有3D 的建模。也是因为这个功能不少的 CG 行业的软件都只能在 iPhone 上出现。华为 Mate 50 Pro 主摄5000万像素，1.56英寸，索尼的 IMX76，并且呢 CMOS 延续了之前的底层 RYYB 阵列，支持 OIS 光学防抖，再搭配 F1.4 到 F4.0 的10档物理可变光圈，可以在夜晚的场景下获得更多的金光量，提升画面的亮度，还可以实现多场景下的不同景深效果。左侧呢是一枚1300万像素索尼 IMX688 超广角镜头 ，f2.2 光圈，并且呢支持超微距。主摄下方则是一枚6400万像素 OV64B 潜望式镜头，那同样呢是 RYYB 阵列，最大呢可以实现3.5倍的光学变焦，还有100倍的混合变焦。这里的潜望镜头组呢，也是支持 OIS 光学防抖的。另外一枚镜头开孔里呢，则是接近光传感器，用来感应场景的光线。双色温闪光灯下方呢，才是激光对焦传感器。最后是三星的 S22 Ultra 主摄1亿像素，采用了三星自家的 HM3 1.33英寸的大底，等效呢24毫米，并且呢支持 OIS 光学防抖。和之前的 HMX 传感器不同HM3 呢支持像素9合一，单像素尺寸呢0.8 μm，融合之后的单像素大小呢可以达到2.4 μm，广角镜头呢是1200万像素2.55英寸 f2.2 等效13毫米的焦段。其他2枚镜头呢，分别是1000万的长焦，支持3倍光学变焦，等效70毫米，以及1000万像素10倍光学变焦，等效230毫米的潜望镜头。最大呢可以支持100倍的混合变焦。可以说S22 Ultra 的相机配置同样是非常豪华的，并且可以看出呢三星对于中长焦成像的重视程度。当然要说明手机上动辄100倍、200倍的夸张变焦指的是数字混合变焦，和我们印象里面望远镜的变焦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变焦成像当中呢会引入大量的 AI 计算的功能，也就是猜不是猜手机的变焦拍摄里呢，会引入大量的 AI 计算，所以呢，我们并不能简单的去看它数字的参数，还是要看后面的样章。4台机器的前置镜头方面三星4000万像素2.65英寸 f2.2 的光圈，那对比之下参数部分是明显占优，而苹果呢1200万的前置看起来呢很不起眼，但是呢采用了 IMX714 传感器，对比前代也是有所提升的，并且呢在前置方面还有自动对焦。话说回来虽然苹果并不具备美颜功能，但是呢，部分同学还是很喜欢原生相机拍出来的那种真实感。我们先来说一下拍照体验在拍照的时候呢，取景器画面的流畅程度以及清晰的程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这台机器拍摄的第一印象。那默认情况下，开启 AI， 关闭 HDR 选项。4台机器呢，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拍摄界面的流畅程度方面以及画面的清晰度方面苹果应该说表现的是最好的。默认设置下呢，开启 AI， 关闭 HDR 选项。那4台机器在测试过程当中，拍照预览画面相比较于成片呢，都是有所下降的。苹果预览画面呢和最终成片的画面差距是最小的。三星和小米的预览画面呢，在色调方面与实际出片呢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而华为的取景器画质呢，相比较于其他3台机器下降的会更加明显，但实际成片的效果是不错的。还有很多场景呢是随手拍，那么对焦和成片速度的快慢，还有测光的准确程度，就能为我们的拍照成片提供最好的基础。我们呢默认4台机器的相机的设置，不做任何的人工干预来进行实拍。首先是由暗到亮的场景，那通过半动作你可以看到苹果是表现不错的。再来看呢由亮到暗的场景，那这一组呢华为的测光是最快的。再来看拍照的对焦速度，那之前被吐槽的 iPhone 呢，在近距离对焦呢会自动切换到微距模式，那本次呢也终于给出了可以手动关闭的选项，但是在某些场景下会出现对焦过渡比较慢的情况。再来看相机辅助拍照速度，我们统一使用蓝牙快门，同时发出拍照指令。可以看到 iPhone 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其次呢是三星，然后是小米、华为。如果你经常使用外接设备辅助拍摄的话，可以参考。
再来看成片的格式还有大小，这4台机器啊，只有华为呢目前并不支持 HEIF 高效格式的存储，苹果这边默认使用的就是 HEIF 格式的存储照片，单个照片的大小呢是 1.8 兆。对比较我们常见的 JPEG 格式啊，在画质变化不大的条件下呢，可以节省存储，但是呢，相对应的，在非苹果设备上要查看这些照片啊，可能就需要安装插件才可以了。所以呢，如果你使用的是 iPhone， 同时呢，你用的又是 Windows 的电脑，那我个人的建议呢，是你把默认的兼容模式打开。如今呢，各家厂商都疯狂的标像素啊，不过呢，在手机的默认模式下，这4台机器呢都是1200万像素的实际输出。实测文件大小方面，华为是最大，三星呢占用空间最小。假设你喜欢拍照片，那么相同的存储空间下啊，三星这边可以存储更多的照片。在成像风格上呢，小米 12S Ultra 的徕卡生动以及徕卡经典对比之下，那生动模式呢更适用于多数的拍摄场景，尤其是在夜间啊，它会显著提升画面亮度，拉高饱和度。而徕卡经典呢，更像是在真实场景状态下，通过对比度的增加来实现风格化，颜色呢更为讨喜。徕卡经典啊，这种影调呢，并不是简单的去套用滤镜实现，而是一套完整的色彩科学。华为这边呢，同样有3种 Ximage 影像风格，除去原片呢，分别是鲜艳和明快。风格方面啊 ，Ximage 在原片基础上呢，通过调整饱和度还有明度来实现完整的色彩调性。风格上呢，确实自成一派啊。那华为呢，是希望让用户看一眼就能够辨别出这是华为手机拍摄的感觉。与其说啊前两者呢是通过风格去辨别手机，那么三星则是恰恰相反。三星呢在原相机的基础上啊，把成像风格的所有权利呢都交给你啊，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它全都有。甚至呢，你可以在原生相机里面安装第三方的风格滤镜，上百款的风格呢可以供你选择下载，还可以通过已有的图片将色彩信息叠加在正在拍摄的样张上面，这可玩性还是挺高的。相比之下呢 ，iPhone 这边就显得特别朴实。在风格上呢 ，iPhone 同样提供了4种风格模式，比如高对比度、饱和度、冷暖色调，以及大家玩腻了的人像光影效果。那既然是真实啊朴实，那么 iPhone 呢在后期处理上也是4台机器当中最占优的。搭配自带的图像编辑功能啊，可以玩出不一样的花样。默认1倍主摄啊，小米和三星的饱和度都很高。那小米呢，在照顾了高光区域的同时，也让树木的暗光部分不会过暗，整体的曝光控制的也比较好。放大细节呢，如刚才所说，小米的优势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三星的表现也不差。华为呢，在这方面表现的不如其他2台机器。在得票方面，三星和华为总票数呢比较接近，苹果呢是比较平淡的风格啊，在投票当中是不占优势的。来看中长焦样张，三星、苹果都是3倍光学的变焦，而华为3.5倍，小米呢是5倍。哪一个焦段更讨喜呢？那整体来说，拥有5倍光学变焦的小米啊，在色彩、精细度表现方面都是不错的。对比三星呢，可以看出一些差别。苹果呢，这些画面是有一点偏绿，华为的颜色呢也是有一些偏淡。那放大之后呢，小米的细节依旧表现不错，远处建筑物依旧能看得较为清晰，而其他3台机器呢，则有不同程度的细节损失。投票结果呢也是如此。切换到另外一组10倍的样张，那三星的光学变焦啊，这回效果很明显。其次呢是小米，远处房屋的沟壑、柱子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配合上丰富的色彩啊，整体画面是很讨喜的。华为在这组长焦样张当中的细节表现其实也不错，这一组最终排名如下。来看100倍的超长混合变焦，由于呢 iPhone 最高的数字变焦啊只有15倍，显然呢是陪跑的角色了。画面的细节就不做分析了，没什么意义。单纯看清晰度的话，毫无疑问啊，当属三星，在细节以及整体画面的可用程度方面也是超过了其他机型。这里要问大家一下了啊，平时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手机的变焦拉到最远处来进行拍照呢？镜头呢切换至普通超广角样张。在广角畸变控制方面，4台机器的表现都是不错的，毕竟呢都是旗舰机型。不过呢，边缘画质啊还是相比较于中心区域有所下降。那具体的表现谁更好呢？华为和三星在色彩方面啊偏向于2种风格。华为的照片的饱和度相比较三星还是要稍低，整体的颜色不像三星那么艳丽。而在盲屏票数方面呢，三星和华为的投票是非常接近的啊，票数差距呢只有300票。这其实也说明啊，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很喜欢那种高饱和度的照片，色彩风格还是应该根据场景来调教。
主摄逆光样张当中呢，可以发现4台机器啊都对阳光是有所压制的，其中华为的表现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其他3台机器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眩光。放大来看，三星和小米边缘呢更是出现了一些紫边的情况。再放大到暗处的细节，那苹果和三星的宽容度是非常好的，三星的暗处树木纹理依旧是最为清晰的，苹果这边呢宽容度很高，不过呢画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鬼影啊。看起来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画面当中有强光的情况，鬼影还是很难避免。接下来我们看盲屏的结果，那三星的票数呢达到12000张，其次是华为、小米以及苹果。看完主摄的样张啊，再来看一下超广角镜头的逆光的效果。在这组样张当中呢，华为的宽容度较高，颜色呢也没有像三星那样艳丽，而且呢高光的压制还有暗处的亮度提升都是比较优秀的。小米的表现这一组也是不错的啊，而三星呢在背景的天空部分啊出现了偏色还有过曝的情况。放大之后呢，几台机器的结果更加明显。再参考一下投票，华为盲屏10000张获得本组第1，小米呢紧随其后啊，其次是三星和苹果。下面来看高像素样张。在得票方面，不出所料，拥有 1.08 亿像素的三星轻松获得了接近2万张的票数，其次是小米、华为还有苹果。总体来说呢，小米、华为还有三星总体的画面都是比较亮的，色调还有对比度方面也比较接近，而苹果呢则是画面稍暗。放大之后呢，则更能看出三星高像素的优势，不管是灯珠、叶片等等各种较为精细的地方，都是能呈现出较好的细节。这一组呢，小米在细节方面表现也不错，不过在一些阳光照射的叶片上面啊，高光压制的没有做好，有少量过曝还有泛光的现象。苹果呢，虽然票数不多，但实际表现其实不差。放大之后看细节也是很丰富的啊，不再像以前1200万像素的时候那种颗粒感和模糊感。来看微距样张，首先呢，苹果的微距对焦距离是这4台机器当中最近的。小米呢虽然也有微距模式，但是呢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票数方面呢，苹果最多啊达到10000张以上，三星紧随其后。华为微距距离和三星不相上下，但是成像质量方面啊稍弱，而小米呢则明显比其他3台机器要弱一些，得票垫底。看完了白天，我们来看一下重点的夜景部分。这组小米虽然获得了最多的票数啊，但实际上呢，整体的画面是有一点点偏红。不过优点呢在于对于夜晚画面曝光的控制是不错的，能够很好的展现出路灯灯泡当中的细节。放大来看左侧店面的广告牌，细节呢也是非常清晰，同时呢远处暗部的背景招牌文字啊也是清晰可见。最终呢，小米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而华为和三星的票数相差并不多。在夜景超广角这一组呢，小米整体的画面色彩平衡啊依旧是有一点点偏，而做得好的地方仍旧是曝光控制，亮处和暗处的细节，小米这边呢都可以清晰的展示出来。另外三星这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华为的整体更亮，但是呢有的亮的玻璃上的广告牌的反光有一部分是过曝的，所以这一组小米呢依旧第1，三星第2，其次是华为。来到极限黑暗的环境下，小米和华为啊几乎在看不见的地面上还能够清晰地展示出一些细节，而且呢树林叶片的部分啊也没有糊成一团，甚至呢色彩也可以保持得住。而苹果这边则是有明显的偏色。放大来看啊，4台手机呢都无一例外的会有涂抹感。华为和小米呢在噪点控制方面啊要比三星以及苹果更好一些。在这组投票当中呢，你可以看出华为 RYYB 阵列的优势，更高的亮度呈现出更好的效果，最终呢票数不错。当然小米这边1英寸大底的12S Ultra 啊也不落下风，二者呢只差4票啊，几乎就是相同的。宠物样张当中，三星和华为呢都没有出现背景虚化的情况，让整体画面更为清晰。苹果和小米呢则将视觉重点啊聚焦在了狗狗的鼻子上，脑袋后的毛发呢并没有做到丝丝分明，整体的表现一般。看起来呢，大光圈的镜头啊，并非适合所有的场景。票数结果，三星、华为获得本组样张前2位。看完动物，再来看植物，需要注意啊，很多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他们可是经常拍植物的。花草样张当中，小米呢在色彩方面啊，确实有着较高的饱和度，并且呢虚化效果也让照片更加美观。苹果在色彩方面较好的还原了花朵的颜色，并且呢花瓣的细节展现的也不错。盲屏方面呢，小米获得了最高的票数，达到12000张，其次是苹果和三星。最近2年我们测试的机器当中，拍摄美食的时候啊，很多品牌都会提高饱和度，这样能够更加突出食物的颜色，使其更加诱人。而苹果呢，一直走的是较为写实的路线，在这方面呢，就显得有点不那么讨喜了。小米这边虽然饱和度高，但是呢，艳丽的似乎有点过头了啊。华为呢，则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让食物看起来呢更加美味，又不至于有太高的饱和度。最终呢，
呢，这个画面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当然，如果你仔细看底部啊，其实是有一点偏色的。其他名次呢，分别是小米、三星还有苹果。这个结果似乎说明了一个现象：很多人呢未必希望拍风景的时候太高的饱和度，但是大家似乎不介意把美食拍得艳丽一点。来看人像样张，默认模式下，三星、华为都对于人物进行了些许的美颜，当然美颜的程度并不高，并且呢，在色调方面啊，也更偏向暖色，虚化方面效果呢也刚好。小米这组呢，则是美颜的稍稍有点过头了，而苹果则是依旧保持了真实的风格。另外，虚化效果啊比较一般，当然苹果呢也是可以通过后期直接去调节，只是呢默认状态下观感欠佳。来看前置人像模式，在默认状态下，除了华为之外啊，其他几代机器呢都是打开了背景虚化，而其他3代机器呢，美颜相对于后置镜头啊都会有明显的增强。这一组小米整体的画面色彩是较为暗淡的，皮肤呢有一点发青，结果自然也是不讨喜。而以前没怎么听说去美颜的三星前置则获得了这组的第1名。最后来看前摄的部分，首先是普通模式下的自拍效果。默认模式下，三星4000万的前置部分明显占优，而且呢和华为相比啊，2台机器的美颜效果也都是稍弱一点。小米和苹果的风格呢，则是差异明显，一个呢是最大化你的美，而另一个呢则是最大化变美的空间。结果呢也很明显，它俩都排在后面。看起来大多数用户呢还是希望有美颜，但是别美得太过。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那经过了2个多月的激烈的投票竞争啊，在我们挑选的大家日常常用的18种场景下，三星呢以较高的票数获得了1半以上场景的第1名，甚至啊没有一组场景是排名在最后的。尤其呢是在长焦，包括人像自拍方面，三星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记得啊前几年三星的自拍可是挺一般的。其次呢是小米，相比较于三星啊，二者的差距其实很小。主要丢分的场景呢是在微距、超长焦还有前置。而在其他几个方面呢，小米都展现出了非常优秀的素质。如果不是微距部分的明显短板，最终谁是冠军还很难说。这也说明了小米12S Ultra 这一代产品啊，确实在拍照能力方面是很突出的。也希望呢小米再接再厉。华为的前几代的产品啊，在影像方面实力超群，而最近2年呢，在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成绩有所波动，也在预料之中。离开徕卡独自创立 Xmage 品牌的前景呢，还是值得期待的。在本年度的盲屏当中啊，华为 Mate 50 Pro 在夜景、逆光等几个场景下依旧有着不错的表现，而且呢，几乎有1半的场景当中都排名第2，其表现仍旧是十分出色的。回忆最近4到5年的时间， AI 计算啊，大量的进入到了手机影像处理的流程中，而苹果呢，整体的画面一直以来都是偏向真实，后期处理所占的影响因素较少，这也导致啊，在很多的场景里面 ，iPhone 的第一观感并不讨喜，所以呢，排名在最后。当然了，投票呢还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喜好。本年度4800万像素的加入啊，让其本身在影像部分有着不小的硬实力的提升。当然了，这种比较原生的画面，确实在多数场景当中呢不太讨人喜欢。本次盲屏当中啊，有2/3的项目呢都是处于垫底的名次。但是对于喜欢真实画面，包括很多专业人士来说，苹果呢仍旧是那一台适合他们的手机。好了，那盲屏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最终三星呢是以9块金牌啊获得了本次盲屏样张的第1名。第2名获得者小米这边啊，其实表现也不错，最终呢获得了6枚金牌。华为这边呢是2枚金牌、8枚银牌，获得第3名。最后呢就是 iPhone， 不知道这个投票的结果啊和你之前的预想一样吗？猜对的同学可以打个1啊，没猜对可以打一个2。录像方面呢，这4代机器除了常规的录制格式啊，还有 HDR 视频之外，那小米和三星还额外支持录制 8K 24帧的视频。苹果呢还支持 1080P 60帧以及 4K 30帧录制 ProRes 视频。仅从参数上来说呢，华为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在拍摄规格上啊支持的格式上面要少一点。但是呢，需要肯定的一点是，华为已经在2年前就主导制定国产的 HDR 标准啊 ，HDR Vivid， 其效果呢更是结合杜比世界以及 HDR 10 Plus 的很多的优势。那目前呢，三星、LG、夏普等一些国际厂商也都加入其中。
在视频录制变焦方面呢，我们测试了 1080P 30帧，还有60帧，还有 4K 30帧的规格，它们呢都可以实现滑动、放大和缩小。三星这边支持最高20倍，那最低的 iPhone 呢是可以达到9倍。如果我们改变条件啊，在最高规格 4K 60帧的规格下，那开启录制的时候呢，只有华为是支持无极放大和缩小，这一点是要给好评。其他3代机器啊，只有在单独镜头下能够实现短距离的滑动变焦，没有办法实现录制的过程当中去切换镜头。有的场景啊，你需要切换不同镜头去一镜到底录制的时候，那华为这个部分是有优势的。来看视频对焦方面，我们缓慢移动机器的时候呢，4台机器其实差别不大，都是可以准确对焦的。而在快速切换远近景的时候，你通过慢动作呢，就可以看到华为呢会有小概率的出现拉风箱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大光比环境的切换，小米呢可以快速识别当前的光线场景，测光的速度啊是最快的，其次呢是苹果、三星还有华为。亮，白天拍摄效果方面，首先呢是1080 60帧的场景下，这4台机器啊均为默认模式。小米和三星的取景范围更大，画质的清晰度方面呢，4台机器差别其实很小。苹果呢整体画面还有白平衡控制的是最好的，画面没有出现偏色。其次呢是三星，小米啊在这个环节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地面还有远处楼体有色温上的差别。而在阳光直射的场景下呢，苹果的眩光控制的实在是一般啊，如果利用的不好呢，在很多场景下会影响画面的质感。另一个色彩信息比较丰富的场景里呢，小米有一点刻意的去拉高亮度了。反观呢，苹果这边曝光控制的其实是更为准确的，即便是在强光照射的情况下，楼体的细节啊也同样丰富。华为呢在拍摄某一些阴影暗处的地方，白平衡的控制呢是有一些许差异的。我们再切换至超广角录像，你可以看到小米的画面表现啊，明显要比主摄更好。整体画面的曝光以及白平衡的控制呢，相比较于刚才测试过的主摄要明显好了一些。测试场景来到夜晚啊，我们统一 1080P 60帧的规格。首先来到光线比较复杂的场景，那4台机器的整体表现还都是不错的。其中 iPhone 和小米呢，对于霓虹灯牌、文字高光部分呢是有一定的压制。而在鬼影方面啊，同一场景下，三星的表现是最好的，几乎看不到灯牌反射的鬼影出现。当然，一些其他灯光下面呢，鬼影还是无法完全避免。那夜晚色彩还原度方面，华为的表现一般啊，路面呢有偏色的情况发生。另外一组光线一般的场景下啊，小米的亮度是最高的，而在灯光直射的场景下啊，这4台机器呢都是有眩光的问题。这其中毫无疑问啊，苹果表现是最差的。和白天测试一样啊，如果你调整的不好啊，会严重影响到画面整体的观感。再来到夜晚极暗的环境当中，默认模式下统一设置为 1080P 30帧。可以看到呢，三星的画面最亮，整体表现最好，但是呢噪点呢也是最多的，其次是华为。而小米呢本次加入了夜景录像，但是呢最高只有 1080P 24帧的录像规格。我们开启夜景录像再次测试，这次呢小米的画面亮度有所提升，纯净度呢以及噪点控制呢也是4台机器当中最好的了。防抖效果方面啊，小米呢除了默认的防抖啊，还有超级防抖以及超级防抖 Pro 2档可选。iPhone 呢在相机界面除了运动模式开关，在相机设置里呢还有增强视频稳定性的开关。开启之后呢，画面会略有裁切。在默认防抖下呢，通过测试画面啊，你可以看出华为的表现是比较差的啊，画面是最为抖动的。在接下来的测试当中呢，华为还同时出现了跑动的时候画面对不上焦的情况。考虑到华为实际上市的时间是比较晚的，那也期待厂商能够快速更新后续的固件，改善这种运动当中虚焦的情况。防抖表现里呢，开通超级防抖之后啊，只有小米呢依旧是使用主摄拍摄的，华为和三星啊会默认使用超广角进行防抖裁切，苹果呢会默认跳转至超广角镜头，但是呢可以通过手动切回到主摄。此时呢运动防抖啊依旧是生效的。如果你不希望画质下降啊，可以记住这个小技巧。然后我们把苹果和三星切为1倍。
好，现在我们再跑一次。在具体的防抖表现里呢，苹果这一次是最稳定的，其次是华为。小米呢，在开启超级防抖之后啊，系统呢会自动切换为30帧进行录像，所以呢，整体的画面虽然稳，但是没有其他3台机器那么流畅了。最后呢，我们使用小米的超级防抖 Pro 进行对比，那相比较于之前的测试结果啊，这回小米的画面就稳定了很多了，但是呢，成片依旧是30帧。前面呢都是一些正常人的测试，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些极限的场景。首先我们将4台机器呢固定在无人机上，在默认模式下啊，小米的表现是这种啊，那画面呢出现了明显的残影。切换至4台机器的超级防抖模式，此时呢小米依旧采用了主摄模式，画面的帧率啊也自动调整为了30帧，这相比之下就表现一般了。之后呢我们又开启了小米的超级防抖 Pro。那画面自动切换至超广角端镜头的时候呢，小米画面的抖动啊终于是有所减少了。在夜晚防抖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也进行了测试，你觉得谁的表现更好呢？现在我们测试4台机器夜晚光线较弱的条件下，它们的防抖表现。现在是默认模式下 1080p 30帧。我们现在来到光线比较好的场景下，我们现在开始向前跑。现在我们开启小米的超级防抖 Pro， 我们现在进行测试。简单总结录像以及防抖的表现。通过测试呢，你可以看出啊 ，iPhone 呢绝对是本年度视频防抖测试当中的大黑马。而反观过去2年啊，苹果在和安卓阵营的竞争对手对比的时候呢，其实防抖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啊。过去2年也受到不少的网友的吐槽。而来到了2022年下半年 ，iPhone 14全系列运动模式的加入，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3枚镜头呢都支持视频防抖。表现呢也都是最好的，而小米这边啊是一味的追求拍照啊，虽然呢主摄和超广角端镜头都加入了视频防抖，但是呢忽略了大家有更高规格的防抖视频的需求，提升总觉得是有限。值得一提的是啊，如今啊很多的普通用户啊都成了 UP 主啊，或者是 Vlog 的用户啊，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的啊，会长时间的使用手机去录制视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手机录制的稳定性如何呢？如果是超长时间录制视频，机器的发热还有温度的表现怎么样？那本期4大旗舰呢，我们也加入了这方面的测试。首先呢，默认出厂设置以及编码规格统一 1080p， 在室温25到27度录制30分钟的动态视频。来看一下结果。在文件大小方面啊 ，iPhone 呢由于默认采用的是 HEVC 格式，整体的文件大小比较占优势。当然，其他几台机器呢也是可以手动调节的。小米呢在录制 1080p 30帧录像的时候，文件是最大的，达到了 4.26G， 比华为要大了1G 啊。我们在切换到 1080p 60帧规格下，那华为和小米的测试结果呢恰好相反。这一次呢，小米文件大小只有 4.7G。 在成片的文件帧率方面 1080p 30帧的规格下啊，4台机器呢都是达到标准。而在 1080p 60帧的格式下，结果呢就出乎意料了。首先苹果依旧表现最好，平均呢 59.9， 几乎是满帧成片。而三星呢最终成片平均帧率啊只有 33.94帧，刚刚达标一半。小米和华为的表现呢也是不尽如人意啊，平均帧率呢只有52帧，这还只是录了30分钟的情况下。在温度方面呢，4台机器啊在录制 1080p 30帧的文件方面都能很好的控制。最高的三星机身温度呢是 43.9， 而提高规格 1080p 60帧，那华为的机身温度最高达到 47.3， 小米和苹果呢也都来到45度以上。看到这里啊，我们就不能止步了啊，继续加大难度。相同的环境下呢，继续录制 4K视频。在 4K 30帧的设置下，依旧呢是 iPhone 这边的文件体积最小，只有6个G， 小米最大达到13个G， 进一步提升来到 4K 60帧格式下，华为体积最小啊，不到8个G， 和30帧的文件体积相差不大啊，甚至比苹果还小。而在30分钟的成片帧率方面 ，4K 30的情况下，4台机器呢都是满帧的，但是呢在 4K 60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三星依旧比较稳定啊，成片帧率呢只有35帧。
而华为和小米呢，也仅仅只有50帧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长时间录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我们俗话说的偷帧的情况，就是画面不是那么的流畅稳定。这个环节依旧只有 iPhone 表现稳定啊，满帧录制。在温度方面呢，4K 30帧啊，小米表现最好，只有43.4度，其次是苹果43.9，而60帧规格呢，华为温度最高46.3，三星这边只有42.1，表现最好，但是也没什么骄傲的啊，因为它根本不是60帧。测试过程当中啊，还发现一些问题。那小米这边录制的视频呢，我们使用 PR 后期进行剪辑的时候，是需要重点注意的。原视频啊，在 PR 剪辑和导出之后呢，都会出现视频卡顿掉帧的情况，尤其是拍摄平移场景的时候，掉帧是最明显的。即使呢是手动关闭相机的自动帧率设置，依旧会出现。我们呢也查看了文件的视频编码类型，都是正常的 H.264 和 Rec 709。我们反复测试了多台电脑啊，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当然，这种情况呢，只适用于 Windows 的电脑用户。如果你打算使用小米来拍摄你的 Vlog 的话，那需要注意。而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电脑的话，那剪辑小米的视频呢，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了。正在录制视频的时候，如果你接到了电话，那这4台机器啊都没有出现暂停录制的情况。三星是更为贴心啊，甚至提示你啊，接听来电将会终止录像并保存。其他几台机器呢，如果你是接通了来电的话，那依旧会暂停保存。微信端的逻辑也是大致相同。如果呢你接通了电话，那么4台机器啊都会暂停录像、保存文件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下面来看慢动作方面，三星的 S22 和 S22 Plus 最高呢是支持960帧的慢动作拍摄，而 S22 Ultra 啊可能是由于传感器的限制，最高呢只能支持480帧的拍摄，反向升级了属于是。当然你可以通过软件插帧到960帧，这也是这2代 Ultra 机型啊最遗憾的一个地方。小米呢通过计算，甚至呢可以实现720P 的情况下3840帧的慢动作。那实际表现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啊，除了苹果3台机器录制最高帧率慢动作的时候呢，小米的体验是比较好的，它可以在拍摄的3秒视频当中啊截取需要的慢放的片段，而三星的凝视拍摄还有华为的慢动作呢，则是在按下录制按钮的瞬间进行捕捉，或者是通过监测画面运动状态来进行自动录制。这个拍摄的难度其实还挺高的。最后呢，也是很多同学非常关注的一点啊，日常使用当中，更多的呢，我们是通过第三方的软件去直接调用相机来进行图片还有视频的拍摄。在这样的条件下啊，谁的成像素质更好呢？我们选取常用的微信，并且呢，在软件当中直接调取摄像头进行拍摄和发送。图片方面对比原片啊，成像素质呢可以说是差别巨大。首先呢，第三方软件会进行图片的裁切，小米呢甚至连影调风格都发生了变化。放大呢，对比原生相机啊，苹果的表现是最好的。虽然呢也是有压缩，但是呢文字依旧比较锐利。那接着呢，我们测试微信视频的表现，结果呢也是一样的。4台机器啊都将视频规格降到720P 以及以下，苹果呢是最高的啊720P，同时呢颜色信息保留也是最全的，覆盖到 Rec 709。其他3台机器呢均为 Rec 601，这也从侧面说明啊小米图片视频压缩之后变色的原因。那这里呢建议大家啊日常还是应该通过自带的相机进行拍摄，然后呢再发送。还有很多同学关注微信视频的时候前置录像的表现，这里进行简单测试，大家觉得几号表现最好呢？可以打在弹幕上。你看到的是小米的微信视频以及语音通话的情况。现在我们在灯光比较亮的环境里，然后我们来到屋内，那这里面呢是几乎没有明显的灯光，然后我们再次进入到一个更黑的环境里面。现在呢，你只能看到我们手机屏幕的一些反光。现在呢，我来到几乎没有光线的最黑的环境里面啊，胸前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的灯，其他的位置呢就没有任何的光线了。你可以感受一下微信语音以及视频通话的情况。这是小米。你好，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的是苹果的微信视频通话以及语音的情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呢是在灯光比较好的环境，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光线比较差的屋内。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进入到一个小黑屋里面，这边呢几乎就没有什么光线。最后呢，我们再来到一个几乎完全黑的屋子里面。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我胸前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以及手机屏幕上面呢有一点小的亮光，大概是这个情况。这是微信语音以及视频通话的情况，这是 iPhone。好，你好，我们现在呢测试的是华为手机的微信视频通话的情况。现在呢是在光线比较好的室外，然后呢我们进入到几乎没有灯光的地方，我们进入到这个屋子里没灯，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小黑屋里面啊，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环境已经很暗了。然后我们再一次来到几乎没有光线的室内，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你大概只能看到我胸前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的亮灯啊，其他部分几乎就没有光线了。你好，我们现在正在测试三星手机的微信语音以及视频通话的情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光线比较好的屋子里面，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光线比较差的屋子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光线的变化。我现在呢来到了小黑屋里面，这边呢是比较黑的。然后呢，我们再进入到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光线的房间里。哦，这里面光已经非常暗了啊。你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胸前的这2个麦克风的灯，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好，这是三星的手机。如今短视频平台火爆啊，我们呢在软件内去调取后置摄像头进行拍摄上传，接收端呢下载4台机器的视频来进行比较，成像素质呢相比较于微信来说略有提升，但是呢变化并不明显。其中三星和苹果表现的好一点啊，适配最差的呢是小米，画质呢甚至还没到 720P。最后呢也是希望啊厂商们在软件方面能够持续的优化，希望我们以上的测试呢能够帮助到打算使用这4台机器进行创作的同学们。总结一下，通过中偏多项的测试啊，我们可以简单明了的说，那小米12S Ultra 这边联合徕卡100年在拍照方面的努力，独有的徕卡影调啊，的确收获了很大的一波人气啊。霸气的外观呢，还有极高的成像辨识度，的确很像是一台卡片相机。缺点呢也显而易见啊，那就是它的视频能力还是有限。算是一台优缺点都非常明显的机器。iPhone 14 Pro Max 呢，本次4800万像素的加入啊，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察觉的。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足够你去折腾了。iPhone 向来出色的拍摄体验呢，本次在 iPhone 14上面依旧得到了很充分的发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整个测试下来，你会发现 iPhone 在所有的项目当中都格外的稳定，特别是对于长时间要录制视频的用户来说，这是非常友好，也是很重要的。那缺点呢，就是在每一个环节的画面都有一点点平淡，还有呢，就是已经持续了几年的夜间鬼影的问题，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善。这也让我在晚上拍照录像的时候非常的头疼。三星啊，本次的影像的部分的体验也是很出色的，尤其是在长焦端啊，几乎是没有对手。而长焦端的录像呢，更是刷新了我对于三星过去几年的印象。不过系统方面啊，也一直为很多人诟病啊。但是这一次呢 ，One UI 5已经推送了，这也让我们对于三星的未来呢有更高的期待啊。当然需要说明啊，这些机器当中，三星这一台是优化时间最长的啊，长达1年的时间。再来看华为，那虽然 Mate 系列呢其实并不是主打影像的，但是呢，华为还是可以带给我们比较满意的答卷。在独自创立 Ximage 影像的加持下，我们看到呢，华为自研算法的付出，物理可变光圈的加入呢，其实也融入了华为很多的心血。录像时的无极调节。HDR Vivid 的主导、高帧率的慢动作、多机位的联动玩法，还有双景录像的可玩性等等啊，华为其实都是在默默发力。那整个测试下来呢，虽然没有过去几年那么突出啊，但是呢，你也很难找出它明显的短板，可以算是一台相当均衡的影像旗舰。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年度4大旗舰对决中偏影像的所有内容了。在下一期视频当中呢，你将会看到这4台机器对比的最终篇。我们会为你详细的测试，包括信号、系统的体验、续航、充电、性能、游戏等等多个方面的详细对比。别忘了关注科技美学2022年度4大旗舰对决的最终篇的内容。